脸，你增加的那3公斤不减不行啦！我最近又看了一些研究，发现我们或许该把168的进食时间调前，从早餐开始吃。这个问题我已经跟你讨论过了，我没办法接受下午3点就不吃东西。况且我那胖回来的3公斤也不是纹风不动，我早上起床量体重的时候只剩下 2.5 公斤，才1个礼拜而已，这不是最正常的瘦身速度吗？你让我再努力一阵子，一定可以瘦回去。你现在不接受没关系，我还是要跟你讲我的阅读心得，因为这个真的很重要哦，而且你听完之后搞不好会心动啦。动不动心不重要，我肚子饿起来的时候，5脏6腑都要听他的话，没人劝得了他啦。但是你的身体最后还是得听生理时钟的话啊，你知道吗？我们人体几乎所有的细胞与组织都存在着一个生物时钟，生物时钟会直接或间接的驱动大量的基因信使 RNA 或 mRNA 去参加各种生理反应。而在我们的脑央下视丘视交叉上核 SCN 中，有一个主要的生理时钟，会透过视网膜神经节细胞接收和传输外在的光信号，进而对光线做出响应。而接着这主时钟会透过突触和扩散信号来同步其他各个器官的生理时钟。所以我们身体的每种激素几乎都透过这个生理时钟来按时分泌。2021年由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研究团队所撰写的一篇饮食习惯与昼夜节律应该保持一致的研究论文里面，就具体指出有关人体饮食睡眠的生物时钟点。像大家所熟知，由上视丘松果体所分泌的褪黑激素，就是晚上10点开始分泌，凌晨3点的时候达到巅峰，而在上午10点完全消退。它也是透过刚讲的那个主生物时钟进行调配，这个激素主导着人类的睡眠，而跟压力有关的荷尔蒙皮质醇也是在早上7、8点之间，人类一天的活动即将开始，达到分泌量的最高点，为人类一天的活动做好准备。而这种激素也跟蛋白质、糖类、脂肪这些营养素分解有关，跟我接下来要讲的其他激素一样，都跟饮食、营养、代谢有某种程度的联系。你难道是要说我们提过的那些瘦素、脂联素也受生理时钟的影响？没错，它们都是定时分泌，而不是随便乱分泌的哦。像我们蛋白质早餐那集讲到，会引发我们饥饿感的饥饿素，一天当中就有3次的分泌高峰，分别是早上8点、下午1点、晚上6点，几乎吻合我们吃3餐的时间。而番茄减肥那集提到的脂联素，则是在上午10点开始分泌，11点达到巅峰，到晚上8点结束。脂联素是葡萄糖和脂肪代谢的重要调节剂，它能增加葡萄糖的利用率，也能防止脂肪堆积。所以你不想累积脂肪，就不能太晚吃东西，因为能够防止累积脂肪的脂联素8点就下班了。接着是关系着糖类代谢和脂肪合成的胰岛素，除了摄食时间以外，则在下午2点到6点分泌，其中4、5点是最高峰。而会抑制食欲的瘦素，这个人体脂肪存量的控制者，则是在下午4点开始上升，7点达到巅峰，随后在晚上的2点降到最低。所以你如果不想让自己吃宵夜，千万就不要晚于2点睡，不然就容易饿肚子。人体认为2点该是你的熟睡期，毕竟它从10点就开始分泌褪黑激素，你早就该休息了。这么看起来，下午6点到达峰值的饥饿素本来会让你很饿，但如果你本身已经累积太多脂肪，你飙高的瘦素就会告诉下视丘你真实的脂肪存量，让大脑来控制你的食欲。因此你晚上虽然会分泌饥饿素，但因为有瘦素的干扰，就会减少食量。这人体的设计还真巧妙，他觉得你如果累积太多脂肪，应该要在晚间减少摄食。我想应该是这样的，这真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设计。毕竟晚上我们多在休息，没有剧烈的活动，所以你已经累积了不该有的脂肪时，就不应该在晚上多吃。因此脂联素也早早在晚上8点就收工了。如果这样的推测是合理的，那么一般认为的204断食，也就是战士饮食的概念，其实是不太符合人体初始的设计吗？把一整天需要的热量集中在晚上吃。的确，毕竟那是战士饮食的开发者霍夫梅克勒推测人类原始生活的摄食状态。至于远古时候的人类内分泌跟现在是否相同，以现在的科技是不可能知道的啦。但奇怪的是，信奉他想法进而减肥成功的人也不在少数。
他推广战士饮食下的留言，满满都是减肥成功者在感谢他。战士饮食白天的摄食太少，又配合锻炼，基本上整天都在燃烧脂肪，人体所需的热量不太可能靠一餐补足，当然会瘦啊。但如果依据饥饿素的分泌情况，我想人类现在会吃3餐，应该也是听从体内的生物时钟指示。而最后褪黑激素每天晚上10点再度登场，人体即将进入睡眠状况，到了凌晨4点，肝脏会分泌另外一种激素，叫成纤维细胞因子。它也是参与葡萄糖和脂肪代谢的内分泌因子，这种激素6点分泌最多，并在上午9点降到低点。所以依据以上参与营养代谢或能量控制的内分泌所形成的生理时钟，我们假设进食时间应该控制在皮质醇的峰值及饥饿素产生的时候，也就是8点左右。这个时候成纤维细胞因子和皮质醇以及上午10点到下午8点会分泌的脂链素都有助于葡萄糖和脂肪的代谢，并且我们不该在胰岛素分泌的巅峰4、5点进食，以防止脂肪堆积，也不该在瘦素分泌的7点以后，因为那时候人体并不希望你进食。所以这篇有关饮食习惯与昼夜节律应该保持一致的论文最后推演出的结论就是，最佳的进食时间点似乎是在早上和下午早些时候，并且指出这样的提议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那这篇论文指的就是早上8点到下午4点吗？这个时段进食恐怕很多人都不能接受吧。早上大家赶着要上班，哪有闲情逸致好好吃一顿饭，更不要说有多少辛苦的主妇早上能起床煮一顿丰盛营养的早餐，还不就是那些早餐店的高碳快餐，应付了事，这对身体或减肥又有什么好处？而下班以后正是可以好好放松，大快朵颐，让美食疗愈自我的时候，却必须忍住口腹之欲，保持断食，这太违反人性啦！而且4点吃饭，哪个上班族办得到啊？那不就只剩中午吃饭这个窗口，谁有办法从中午饿到隔天早上？太没人性啦！虽然我们2个是自营商，时间还可以调整一下，但我下午也不想那么早吃啊。不过违反人性的事多半符合健康要求，你不觉得吗？这篇论文呼吁要有更多的研究来支持他们的结论，结果隔年2022年的2月份，由北京协和医院研究团队所做的一篇研究，关于不同进食窗口的168断食与健康关系的一项实验，就呼应了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结论。在协和医院的这个研究里面，他们找了82位非肥胖人士，完成了5个礼拜的实验，分别是28位参加早上6点到下午3点之间的8小时进食，26位参加中午11点到晚上8点之间的8小时进食，最后的28位对照组则是不限时进餐。所以是9个小时里面大家任选8个小时吗？是的，结果发现早上6点进食这一组比对照组减轻的体重更多，大概5个礼拜少了1.9公斤，这效果很不错。况且他们还不是以减重为目的，而只是自然摄食，要测试168断食与健康的关系而已。而中午11点进食这一组跟对照组就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在体脂上，早上进食这一组跟对照组比起来也显著减少，但中午进食这一组跟对照组比起来差异就小很多。脂肪减少，这是不是跟早上参与脂肪和葡萄糖代谢的激素比较多有关啊？像你刚说的成纤维细胞因子和皮质醇，上午都还比较高。我还来不及找到这方面的研究，但是你说的可能是哦。因此，斯特拉斯堡大学才会说，在脂链素和成纤维细胞因子分泌旺盛的时候进食比较好。而也参与营养代谢的皮质醇在中午之后就会消退，所以对及早进食能够减少体重跟脂肪这一件事情来讲，应该也是尽了一份力吧。而这个研究的重点并非只在体重，他们分别针对各项健康指标做各种检测，结果发现早上6点开始进食的这组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空腹血糖，改善炎症，并增加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同时也发现早上6点进食这一组会增强人类时钟基因的日常节律，也就是早上6点开始进食的这一组，他们可以让人体的生物时钟更加准确，不会因为进食时间没有配合生物时钟而导致内分泌的节律混乱，而内分泌节律混乱常常会引发肥胖与代谢问题。什么？你的意思是早上开始168就可以校正生物时钟，让身体更健康？有这么简单吗？
没错，因为进食时间刚好配合了内分泌的生理时钟，就迎合了身体的自然运行，当然能让人体的新陈代谢更顺畅啊。要不是受试者都是健康人士，没什么高血压的问题，要不然依据过往的研究，早上开始进食168还能够改善肥胖者的高血压呢。这么说起来，这个诱因还挺大的。只是如果我光晚餐提早吃呢，像6点之类的不要3点就结束了一天的进食，这样有帮助吗？我想这样效果有限吧，毕竟消化脂肪就要4-5个小时，那时候你的脂链素早就下班了，还能够帮你什么呢？而且就像你刚说的，皮质醇和成纤维细胞因子都是早上比较多，你浪费了早上让那些激素帮你代谢脂肪、糖类这些致胖因子，不是很不划算吗？况且最重要的是，早上开始168的功用不是只在减肥，而是在校正你的生理时钟，所以你当然要从早上开始，而不是只提早1-2个小时结束进食。而什么时候进食真的影响很大，即便是吃零食，进食时间不同，所得到的最后结果也会不一样哦。这怎么可能？垃圾到什么时候都还是垃圾吧？那你就错了。根据2019年华盛顿大学研究团队针对2000多位白领或粉领，平均年龄43岁的工作者所做的一项分析研究，他们分别检视3个时段，也就是凌晨12点到上午12点59分，上午11点到下午4点29分，下午4点半到晚上11点59分，参与者吃零食与肥胖之间的关系。参与者可以自选在这些时段吃3餐以外，还能够吃像饼干、蛋糕、馅饼、能量棒、水果、糖果、冰淇淋之类的零食，或是喝咖啡、果汁、葡萄酒、牛奶或其他饮料。研究团队会依据大家的进食情况，分析每个人的体重和腰围变化。因为参与者都是上班族，所以凌晨到上午10点59分的这个时段，实际上会落在早餐到10点59分之间。凌晨到早餐的这个时段，大部分的人都在睡觉。最后，根据参与者报告，大概大家每天都吃了约2顿正餐、1顿便餐、1.5份零食和1杯饮料。结果发现，晚上吃零食是导致肥胖的关键因素，而早上和中午增加吃零食的次数与肥胖无关，却能够提高蔬果量的摄取量，而中午吃零食跟肥胖的关联性也并不高。这篇论文最后说到，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出，与昼夜节律相关的食物摄取时间，对于维护适当的代谢功能与体重至关重要。所以说，想要减肥或维持体重，下午4点半以后就不该吃零食，如果真的要吃，就是上午吃比较好。我觉得中午这个时段还是挺危险的。凯特，现在几点？大概10点出头吧。怎么样，你不会饿了吧？我肌肉还没完全退冰呢。不，我们赶快冲去全联买零食，趁现在还有几10分钟，赶快买一买，吃一吃，这样还能提高中午吃蔬菜的欲望。快点，时间会来不及，我最近蔬菜都吃不够。威廉，早知道就不告诉你这个研究啦。